自作聪明的梁宽这次却看走了眼。赵市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患得患失的唐晋州夫妻却陷进了又一个圈套中。幸好唐潇机智应对和梁红的相助，得以化险为夷。梁宽尝到了弄巧成拙的滋味。是梁红，你是在北京还是？我在上班。唐潇刚刚找到我。什么？他好像被什么人骗了，被软禁在什么一个远郊的别墅里。他没事吧？现在没事，他刚才受惊了，现在睡着了。哎，你等一下啊。他刚才非常不清醒，语无伦次的讲了好多话，我也听不明白。哦，那你什么都甭问了，下午有班机就送他回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我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，都是我。你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们什么？梁红，你就什么都甭管了。嗯。你先进去吧。啊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终于跟你的员工联系上了。我这不是亲自来接他，给你也好一个交代。拿消息来要挟我，这一招很不聪明。哎，别把话说那么明白了。潇潇在北京也没怎么着，好吃好喝，全当是旅游了。你根本用不着这么处心积虑的。本来我对你还抱有一线希望，现在我更坚定我该怎么做了。那就做吧。我招谁惹谁了？要不是把我逼急了，我能出这么损的招吗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大不了咱们俩一块儿挨枪走。走。潇潇，爸，我的手机没电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在那边没受什么委屈吧？没有。啊，那就好那就好，回家再说啊。嗯。梁红，谢谢你能送潇潇回来。他小了一个人，我担心他。担心我了吗？没担心，就是每天都睡不好觉，快神经衰弱了。那就是香的睡不着觉。看得出你们相处的不错。嗨，多一些交流就多一些理解嘛。你明天回来真是太好了。梁红，我希望你能跟潇潇做朋友。这孩子很善良，你要能照顾他，我真是感激不尽呢。好，上车吧。看了鲍水平的信，我还以为是胡编乱造，打击报复。现在看来全是真的。他了解内情，这是要掉脑袋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都想好了，要杀要罚，全凭势力，我没有怨言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国家没有损失1分钱啊！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。我
我知道你什么打算，你是在将功补过，将功折罪，对不对？甭说是在平津，就是在全国也是个先例。先例，先例不都人创造的吗？那照你的意思，我们还要树一个开天辟地的典型，是不是？老唐，我之所以没有查办此事，我是对你的爱护，也是在替你想办法。你是我在全省树立起来的10大杰出企业家，你倒了，那就是在扇我的脸。我不希望你倒下去。当然了，也是为了保全方略的名声。哼，真不争气。所以啊，我没去检察院，我直接到您这儿来了。好吧，让我再好好想想。你先回去吧，写一个事情的详细经过，等候通知。赵市长，您这招可真灵啊！敲山震虎。敲山震虎，说得好。而且是震出2只虎。大功告成，可以吃了。好了，入座吧。别担心，知道你的肠胃不好，你的这2块全熟的。是吗？哎呀，我的女儿什么时候学会做西餐了？是跟王烈学的？拜托，不要老把我的功劳跟他联系上，好不好？不错不错，真能吃。什么叫真能吃啊？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寒碜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看，小心眼了吧？爸爸只是奇怪，你今天怎么想起给我做西餐来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猜想，你吃了大半辈子的辣炒毛蚶，可能有点腻了，想换个口味。笑笑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其实是个偏食的人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爸爸真愿意吃一辈子辣炒毛蚶。做男人可真幸福，娶了好老婆的男人就更幸福。像我这样又有好老婆又有乖女儿的，可就是福上加福了。有2个这么好的女人来照顾我的胃，我这一生可就没什么可求的了。爸，搬出去住的这些日子，我也在想，你和我妈，还有梁红。我这个时候说这个话题，可能让您为难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从北京回来，我反倒有点理解你和梁红的感情了。其实你也挺不容易的，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啊，我是说，那个正常的夫妻生活。笑笑，你就是这样理解爸爸的？你别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很高兴你能主动来谈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像爸爸妈妈这一代人，跟你们这一代
是有很大区别的。我们这一代人当中，有很多夫妻，一分居就是10年、20年，但感情依旧。像爸爸妈妈这样，算是幸运的了。在感情上，爸爸是很容易满足的人。其实，最难的是你妈妈。这么多年了，她从来没有享受到一个女人应该享受的幸福。除了这些，她还要忍受病痛给她带来的折磨。而我作为她的丈夫，却做不了什么。爸，您别这么说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有您在，妈妈早就撑不住了。这杯是我敬您的。笑笑，如果有一天只剩咱们2个人了，我真希望能永远像今天一样。爸，妈妈的病，我一直都没跟你说。你妈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了，已经没有继续治疗的价值了，顶多半年，弄不好的话，也就2、3个月。您知道了。我是不想让你过早的伤心。我也是。我对你的很多做法，一直采取着默许的态度。毕竟你抓经济工作，很多事情我不想干预。但是今天，我希望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该说的我全说了。你总不会认为我乱批资金来中饱私囊吧？我只要一个解释。你把那么大笔的资金批出去炒股，让很多人猜3猜4。你清楚我的脾气。既然进了这座大楼，绝不可以跟钱染上关系。我上次已经说过了，大堤的建设款因为工期未到，一直在闲置着。而我们市里的朝阳实业、京广传媒还有昊天通讯，这3家上市企业，在股市上又一路看跌。我从我们市里的经济发展角度出发，才批示从建设款当中拿出7800万来做庄。这不仅可以将这3只股票拉动上扬，也可以让我们市里的经济得到发展嘛。其实你也清楚，这股市嘛，不炒它不火。更何况这3只股票现在都很被看好。中报的时候，每只股票都有1块钱左右的业绩。老赵，你在市委工作也不是1年2年了，身居要职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，你这样做是违规的。由政府出面救市，不是我赵禅会别出心裁。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做法。我们市里的这3家企业经济效益一直都很好，只是由于市场上的投资者，由于受到了不良消息的误导，使股市失去理智的一路下滑。我们出面来遏制这种势头，既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，又没有损失什么，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再说那些资金已经收回来了。尽管你的理由很充分，功不能盖过。这周的市常委会上，
我有必要做个检查。当面检查就免了，跟大家通报一声算了。还是做个深刻的书面检查好。说心里话，这种事情，我也希望是最后一次。小翟吧，你马上过来一下。明明知道开门会碰到那棵树，你就不会把树挪开一点吗？是时候了，应该把它派上用场。唐晋州，你找个适合谈话的安静地方，把唐晋州约出来。我要单独找他谈谈。海盗船大酒楼。不行，这市里经常有人会去。我再想想。中午可以吗？你尽快去办吧，啊。好吧。等等，给我写一份内部检查，明天常委会上要用。冠冕堂皇一些，明天下午之前交给我。去吧。喂，我是小翟。对，12点半。说他也不会早来一会儿，真死性。你跟他约的几点？12点半。他不会记错了吧？要不然，我打电话再催催他。再等等，唐晋州一般不会迟到。哎，那不来了？赵叔叔，听说您今天心情不错，哎，我就不请自到，没打招呼，不嫌麻烦吧？高兴还来不及呢，正好可以聊聊。行啊，哎，江边不错，风景好，走走。先去，我交代几句。哎，请便。你怎么办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来了。你跟着等着，等唐晋州来约个时间。好吧。赵叔叔，我这个人就这脾气，您就把我当成孩子。不过您心里应该清楚，我找您的真正目的吧？我不明白你这话里是什么意思。那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其实您心里也明白，咱们两个都握着彼此手中的把柄。说白了，咱们是属于同一条船的人，而且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。比如说，船要是翻了，咱们俩谁也活不了，何必呢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咱们俩彼此做点交易，互相拉一把，这样双方都有着活。你是听你母亲说的？我那算什么把柄？当初我那么做完全是为市里的经济着想。还有，你必须明白一点，我之所以没有把那封检举信交给检察院，完全是给梁书记面子。
你是他的儿子，该保护还是要保护的。生路也不是没有，你们只要把钱交还回来，我可以按住不说。感谢，毕竟是长辈，连后路都替我们想好。你们已经把那笔钱从6400万增值到了1个多亿，交还回来，市里头不会有什么损失，我也不会过分的为难你们。哦，忘了提醒你一句了，梁书记正在市里头组织学习，你肯定是溜号了，回去补上啊。哎，一定，我一定好好学习。学习怎么样拆东墙补西墙，甭管是补哪堵墙，那都是为了国家建设添砖加瓦。对，以后慢慢学吧。哎。那我说你怎么才来啊？1点整啊，梁宽跟我说的，不让梁宽通知你，说你们俩一块儿来。没想到这小子说也不说一声，自己就先来了。知不知道这样搞得我很被动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跟梁宽是一伙，狼狈为奸？都是梁宽这小子。哎，唐总，唐总，哎，赵市长，你别生气，这次是我错了。哼，在我背后搞小动作的人我见得多了，别人我还能容忍，我最恨的就是我新来的人跟我玩这一套。我只是对梁宽说，您要见唐晋州。他说：“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得了什么好处？”唐晋州给我儿子交了3年学费。市长，我只是借道揩油，绝没有背叛您的意思。这些年来，要是没有您的提拔，能有我今天吗？这话你应该跟姓唐的去讲。他不是负担了你孩子3年的学费吗？那连你的工资都包了算了。省得还在这儿跟着我拿点死工资干什么呢？市长，我家的情况您不是不知道。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我也不至于到这一步。都是为了孩子。当时我真是利令智昏了我。哼，你呀，跟了我这么多年。你是算摸着我的脾气了，你是看出来了我不会灭掉那姓唐的，所以才敢这么干。但有些拙劣，你说的没错，利令智昏。我梁宽敢吞掉国家这么一大笔资金，背后一定有梁书记给他撑腰，要不然他哪来那么大胆子？不过这样也好了，大家手里各有一张交换的筹码，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了。你这是梁书记的看法，我不这么想。你好。对你来说，时间就是金钱呀。你是不早到1分钟，可我也1分钟都没晚呀。我是不希望耽误你的时间。这几天你一定坐卧不安吧？我也不比你轻松。这是情况介绍，放那儿吧。我已经想好了，
美华公司是一定要撤掉的，只是有些步骤上的难度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凡两全其美的事情，哪一件是没难度的呢？交反贪局简单，送去就可以了。但我能那么做吗？赵市长，您说吧，我按您的意思办。你把2600万打到我指定的银行账户上，但你得向我保证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避开梁宽。上次码头约会出现的那种小插曲，我不希望再上演第2次。这个，我恐怕做不到。不是我不想配合，我在美华动用任何一笔资金，都必须经过梁宽的同意。他是美华的总经理，财务一支笔啊。所以嘛，你想办法。赵市长，把美华交还市里确实是我的心愿，梁宽也会听从安排的，他并没有妨碍什么呀。那你怎么不想想啊？你们的事情必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，不是你就是梁宽。我是在指给你一条生路，再拉你一把，你却不知好歹的要往海里跳，那不是苦海，那是火海。赵市长，我跟梁宽是连在一块儿的，虽然我也不喜欢他，但我也不希望在他背后做小人，因为那样做违背我做人的原则。不这么做，你做得了人吗？谨守原则。我不相信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我很欣赏你这种为人的态度，那我就不妨碍你做君子了。哎，好。哎，王烈，上次少康违规操作的那笔资金，那个委托人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李继林。对，上次小齐汇报的时候说他们撤市亏了是2600万，对吧？我记得也是这个数字。您要是需要，我回去查一下。哦，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2600万，天下竟有这么蹊跷的事情。哎呀，谭先生，哎，你好。有事吗？啊，我来找一下梁宽，他在家吗？哦，他还没回来接孩子去了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要不你先进来坐会儿？啊，不了，我打电话给他吧。哦，那你慢打，我淋的还是烧的水呢。好，再见啊。好。你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，你把笑笑送回来，我还没谢谢你呢。进去坐吧。哦，不了不了。你要是，我们出去吃顿饭好吗？就算帮我赶上伙食，我都好几天没好好吃东西了。看来我是不是没有理由拒绝啊？姑姑，爸爸，姑姑在
在那边。儿子，咱们这边看去好不好？啊。哎，跑这儿来了，看好玩吧？你可真是童心未泯啊，还喜欢这个。哎呀，要是生活能这么快乐就好了。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嘛。看，还在空呢，他。梁红，你什么时候走？这次我一定要送你，一定去。你真的就一点都没有挽留我的意思？你要是不想走，自营部的位置还空着呢。那我还要问北京那边同不同意？没关系，反正你的关系还在我那儿，还算是我的人吧。你这顿晚餐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房子我不住了，我叫我哥退了，明天搬出去。可能这是最后的晚餐吧。你手还真快啊！什么时候贴上的？我觉得把它贴上去，好像有一个人在陪着我一样，我自己也不会那么寂寞。我今天烧菜可能时间长了一点，你快拿上这个，和苏老师一块在医院吃吧啊。今天这个口味可能比较淡，因为苏老师是病人，我知道你口重，我在旁边放了一些辣酱，希望你喜欢吃。快走吧，一会儿凉了。你怎么办呀？凉拌啊，快走吧你！哎，等一下，把这个奶带上，这是我特意给苏老师买的。我今天刚知道，这个喝牛奶啊，对恢复人的体力特别有帮助。走吧。我也知道，睡前喝牛奶比任何安眠药都管用。你怎么知道我失眠？你的眼睛告诉我的。看看怎么样？哟，好香啊！你做的？哎，以前那个饭盒呢？哦，我也买了个新的，两个倒混着用，不是方便吗？没事，多喝点奶啊。哎，我终于发现那笔神秘的撤市资金是谁的了。他的亏损金额正好2600万，真是巧了，真有戏剧性。什么戏剧性啊？赵市长今天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跟我谈条件，让我马上给他指定的账户里打入2600万。你说，这什么事儿啊，都怕联系。那个叫李继林的人，恰恰亏损了2600万。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，我可以断定，李继林就是赵市长，8成是他挪用公款炒股。如果这件事能确认的话，我们可就安全了。那你跟梁宽说了吗？还没来得及说，这家伙心太狠了，我得考虑好了再说，还是提防点好。是啊，我们是得提防点梁宽啊。这家伙心狠手辣，包水平现在还关在凤凰城，他不定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。爸，呀，妈，潇潇，你来的正好，
我去打点水，你陪妈妈吃饭啊。嗯。妈，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凤凰城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听说啊，那环境挺不错的，你爸想带我到那去疗养。哦。你呀，都那么大人了，还那么孩子气，到处乱贴东西。贴东西？贴什么东西啊？那，你爸买的新饭盒，上面的小东西不是你贴的？哦，对，是我贴的，我无聊的时候贴的。哎，妈，上次给你买的猕猴桃吃完了吗？我馋了。没吃呢，在柜子里呢，自己去拿吧。哦。哟，都这么晚了，要不爸爸开车送你回去？不用了，爸。我希望你能多抽点时间陪陪妈妈。她的时间并不富裕了。我不知道你跟梁红发展到什么程度，我不关心，也不想管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请你们，我不希望妈妈在最后的日子还留下什么遗憾和不愿带走的记忆。有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进！哎，你可不错，多可惜。爸，哥，你们都在呢。来了，嗯。哎呦，哥哥，亲家，姑姑，你给我带什么礼物了？我在超市看到你了。啊，真的。哎呀，姑姑给奴奴买了变形金刚，哎，你看，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姑万岁，姑万岁！爸，你瞧瞧，给孩子惯着啊！那当然了，我不惯谁惯他。不能太惯着孩子了，不然孩子太挑剔，将来肯定会被社会所淘汰的。小红，你明天就搬回来吧。啊，那个我那边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我哥呀开车去把我东西拉回来就可以了。你爸把你的房间都收拾好了，今天晚上你就住在家里。你买的那个养生丸，我和爸爸服了都很好，真的。这2天精神好多了，也许是心理作用。好，那就趁着您心理作用好的时候多吃点，好好睡。那这是您让我帮您买的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奴奴怎么了？姑姑会是柔柔，来柔柔，姑姑会是柔柔，姑姑会是柔柔。闭嘴，闭嘴！男子汉不能哭。我没哭。对了，这才是我儿子。好了，现在洗洗，回去睡觉。好，行了，没事没事，来，没事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没事。乖孩子啊。有一件事儿，你现在是不是和唐晋州动真格的了？啊？动什么真格的？我们就是一起去买点东西啊。是吗？哎呀，唐晋州这个人我非常了解，也很欣赏他，真的是个爷们儿。他虽然有家、有老婆、有孩子，但现在谁还顾及这些呢？哥不是保守的人，更何况苏老师也熬不了多久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大实话，事实情况就是这样。苏老师的病，我太了解了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你非要补这个空缺，我是说，唐晋州现在要和你，我觉得挺不负责任的。哥，我又不是奴奴，你说的有点过了吧？梁红啊，梁红，你说咱们俩从小没少跟着爹妈吃苦，一直到现在，咱们兄妹感情
一向很好，所以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。但是现在，你让我担心了。你担心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。你是我妹妹，有些事情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掰开了揉碎了跟你说。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梁红，这份感情需要沉淀，你要学会珍惜自己嘛。我跟你说了100遍了，我们真的只是普通的朋友。你还普通朋友，你又在骗我。你能不能出去躲半年好不好？去北京，给自己有点空间和时间不好吗？啊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回来？我阻止你了吗？没有，你跟唐晋州好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咱们家都有好处。我是说你感情上受过一次伤害，当然我也一样，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很重要。到北京躲半年对你没什么损失。俗话说，感情嘛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对，就算是考验还不行吗？哥，你今天这话里有话呀？是不是他出什么事儿了？乱猜，他能出什么事儿呢？我跟你说，他有什么事儿你可得告诉我。我知道。哦，你也别忘了，我今天说的话，你也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先回去睡觉了。赵狗头啊，赵狗头，你活该倒霉。北京之行让唐潇开始理解父亲的处境，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，解开了父女间的死结。要在充满危险的舞台上游刃有余，必须同时具备人性与兽性。唐晋州此时应对的梁宽和赵市长，是豺狼与狐狸的游戏，谁也不是省油的灯。梁红却从与唐晋州的短暂分离中，体味到了更浓厚的情感。这些年药，哎，这些还放到老地。赵市长，赵叔叔，我想喊您赵叔叔还是比较亲切的，哈。你没有敲门的习惯吗？赵叔叔，您不问我今天为什么来吗？我对你不请自到的坏毛病已经有所了解，也习惯了。那我相信，我的另一个坏毛病您大概也记忆犹新，那就是我这人说话向来很直，开门见山，单刀直入。我今天找您的目的还是那个老问题，不过不同的是，我今天不想再看您演戏了，让事实出来说话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也是昨天您在市常委会上做的书面检查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的非常清楚，那就是您挪用了公款，购买了朝阳实业、京广传媒和昊天通讯3只股票。没错。
这能算个筹码吧？我的赵叔叔，没错，那帮金融白痴你能骗他们，但你骗不了我。我分析过，咱们市这3家上市公司，都是因为行业不景气，经营管理不善，才一路走低的。比如朝阳的股权重组，使股民对前途感到一片悲观情绪。京广和昊天虽然采用很多高科技信息产品，但是业务转型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这3只股票人气一直非常低。虽然大盘目前还在调整，但是还没看到任何反弹迹象，所以赵叔叔，如果你要买这3只股票，那简直就是必赔。后生可畏啊，杨宽，看来我得对你另眼相看了。所以赵叔叔，咱们还得合作一把，咱们俩做一笔交易，我不揭您的底，你也不揭我的底。我相信股市上会为您留下一个不小的黑洞。赵市长，您是聪明人，不用我多说，您肯定知道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。果然很精明。这个跟精明人打交道，大家伙都会变得精明起来。好，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儿，我何乐而不为？那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哎，在这儿。哎呀，你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鲍水平好像出事儿了。就是你们公司的那个财务总监。对，你是不是给他打过电话？我是给他打过几个电话，找了几天，但没跟他联系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昨天在去看我妈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。可是我爸我妈怎么会知道呢？你是怀疑你爸妈跟这事儿也有关？不。可是他们又怎么会知道鲍水平就在凤凰城度假村呢？我实在不敢想下去了。我知道谁给邵康打电话了。你是说鲍水平？除了他还有谁？他从水利部的专项资金里拆借了7800万，买了我市的3只股票，所以我敢保证，他绝对亏了一个大洞。虽然他在检查里蒙混过关，但这个黑洞他根本就填不上。他承认了？没有，但是他要承认了，他就不是赵市长了。没错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去这3家公司一家一家的查，我就不信他的狐狸尾巴不露一点痕迹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然后呢？虚惊一场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好好过太平日子。哎呀，唐大哥呀，我知道你是不是一直把我当成电影里的大坏蛋，纨绔子弟，飞扬跋扈。其实我真是被逼上梁山。哎，说句实话，我要早知道为自己这么贪心付出这么多煎熬，我真不这么干了。你终于学会自我反省了。梁宽，回头是岸呀，就看我们怎么做了。赵市长确实在股市摔了个大跟头，2600万。这么多，是他告诉你的？不，你还记得有人坐庄万隆科技吗？你本来还想跟庄上手，结果发现操盘的人是邵康。怎么是他为赵市长操盘呢？
那个叫李继灵的人，给少康注入的资金是7800万。赵市长跟我谈了一次话，想让我把美华的资产移交给市里，首先就要划出2600万。这2个数字绝不是偶然的巧合。赵市长肯定是栽在万隆科技上了。他在检查中撒了谎。梁宽，天赐良机啊！我们趁这个机会，把美华交还市里，替赵市长堵了窟窿。我们互不追究，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了。那不前功尽弃了吗？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。你看，又反悔了吧？我以为你要金盆洗手，可还是贼心不改。我们冒这么大风险，到头来总该有点补偿吧？那你要怎么办？我是说赵市长那边。继续操作林立生化，谁都知道那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有赵市长打配合，咱们可以肯定从中捞一笔钱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担心什么呢？不行，你应该清楚，林立生化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麻烦。用这种办法在股市上圈钱太危险了。可事到如今，我们必须走这步棋，也只能走这步棋。我们必须用一个新的错误来掩盖旧的错误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我的意见是把美华或者苏口的股份交给赵市长救急。就这么把自己给摘出去了？抛开我，抛开你的同谋，不仗义吧？我这是在保护你。谢了，我不同意。你是不是又去玩什么投案自首了？都好几次了，这个游戏真的不好玩。我的主意已定。对不起，美华的签字笔在我手上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们好，二位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周末我想订几个房间，可以看一下房子吗？几个人？是会议吗？对，公司的总结会，可以先看一下房子吗？请稍等，负责人去吃午饭了，马上回来，一会儿带您过去看那边的房子。这样吧，我们先等会儿，给我们倒2杯水吧。哎，行。我们这儿设施齐全，服务也是一流的。如果二位有什么需求，可以尽管提。还是没用，也不知道那个电话从哪儿打出来的。保安，快，给我来1千。通讯录上没有这个电话号码，那就对了。对什么对啊？你想啊，这个电话本上的电话号码都是度假村的普通电话，而鲍水兵一定藏在某个隐秘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坚信那儿的电话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直拨号。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嘛！就算我们知道鲍水平住在这儿，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啊。而且这儿的保安严的都快赶上中南海了。今天不是周末，来玩的人应该不多。这一座别墅应该是空的。空的又怎么样？难不成我们还能翻墙进去没人管啊？错。空的别墅一定没人住。也就是说，没人住的别墅
一定黑着灯。我知道了，只要我们盯住有人的别墅就可以了。孺子可教也。哎，我刚才仔细观察过了，这小区里啊，基本没有住人。文烈，你好聪明呀，我都爱死你了。那咱们动手吧。Yes, madam。我这次回到平津，我觉得一切都变了。我哥变得神神秘秘的，你也变得吞吞吐吐的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觉得你们之间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莲红，我并没想瞒你什么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们一定干了什么？你干嘛要刨根问底儿，平添许多烦恼？难道我现在就不烦恼吗？你知道，在来方烈之前，我在市里的法政集团当总经理。1998年，当时按国家政策撤销了这家公司。可是梁宽趁混乱之际，也是钻了证券管理的漏洞，他就找到苏老师，准备把法政集团在股市的增值部分重新注册一家公司。苏老师当时刚刚得病，他们中学根本负担不了那么大笔的医疗费用，他就瞒着我建立了这家公司。我哥的胆子也太大了，举手之劳，那么大一笔钱还是很有诱惑的。那苏老师为什么不和你商量一下呢？他对经济工作也不大懂，不知深浅。经梁宽一劝，稀里糊涂的就在董事会章程上签了字。我哥他太过分了，他做这种事情还要牵连到你们。因为在股市的收益，只有我跟他了解内情，不堵住我的嘴，他就没法干。等我知道的时候啊，一切已经晚了，已经成了既定事实，无法挽回。作为丈夫，我只能保护自己的妻子。后来我跟苏老师吵了一架，可是他在病中，我又能说些什么呢？我呢，就安慰自己，上交市里是服务社会，创建美华也是以另一种形式来服务社会。我并没拿美华一分钱，除了梁宽每月交给医院的医疗费，我不是没有斗争过。但后来我想通了，在美华事件中，我并没有私心。如果说仅有的一点点私心的话，就是希望我自己的妻子活得更长久一些。我相信，任何人处在我当时的位置，都会有我这种想法。你为什么到今天才跟我说这些呢？莲红，我想让你来判定一下，下一步我该怎么走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你和我哥。谢谢。苏老师的病，恐怕也坚持不了几天了。我相信，到时候我会做一个了结的。
儿子，路上别贪玩啊！去吧去吧。跟你混了这么久，还学不到。聊两下子，跑得比我的快。纯属本能。刚才那个手电棒对着我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，那就是个枪的瞄准器啊！我生怕他一枪给我崩得四肢乱飞。机会来了。看我的。哎，小朋友啊，这个姐姐怎么了？她找不到爸爸了。她爸爸去哪了？在那个房子里，你见过吗？他瘦瘦的，头发有点秃。见过，那个老爷爷住在2楼，他生病了，一直躺在床上不说话。哎，怎么没看电视啊？我想待一会儿。这段时间，你和唐锦州走得很近啊。什么？你听谁瞎说的？爸爸老了，理解不了现在你们年轻人的想法。唐锦州是个有家室的人，我希望我的女儿不要吃亏，毕竟……哟，都在啊。哎哥。啊。你到我房间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讲。哎，爸，什么事儿这么严肃？我可什么也没说。什么事儿这是？啊？我全都知道。你知道什么了？唐晋州什么都跟我说了。这个唐晋州，真不拿你当外人啊！好啊，这下面发公司就剩咱们家的了。哦，对了，他没告诉你说，你们家应该保住这份产业啊？没说。你真的认为这件事这么轻松愉快吗，哥？你一点罪恶感都没有，是不是就像农农拿了幼儿园里的气球，大不了挨老师批一顿这种感觉？你比喻得很好，没人敢批评农农，因为他是市委梁书记的孙子。在中国，永远不要忽视这一点。啊，就是因为咱妈是市委书记，所以你有恃无恐是吗？我跟你说，哥。当唐晋州告诉我这件事儿以后，当天晚上我真的非常沉重，我满脑子里想的就是一个人，袁世凯。妹妹，你这不是在抬举我吧？他是窃国大盗，我窃什么了？我只是拿到我自己应得的一部分。在国外，像我这样的证券投资家，拿到巨大佣金不算。早就该拥有公司的股份了。你知道当年唐晋州给我多少钱吗？3100万。我就是拿着3100万，6年间我把它变成了1亿4000万，就跟滚雪球一样。你知道彼得林奇吧？还有索罗斯、邱永汉，他们都是替别人管理资金。可是他们个人资产却是以千万计，可我呢，
每月2000块钱工资。哦，对了，你是学经济管理的，你应该清楚，咱们国家是按劳分配，可是这样分配原则在我这儿是一纸空文，一句废话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在中国，是在平津，你知道吗？不管在哪儿，都应该尊重知识，尊重智慧。我是靠头脑创造财富的，我把3倍于原始投资的钱还给了国家，我只留下了属于我和唐锦州很小的一部分。我想请问，你不应该不知道，资金和它的增值资金应该属于它的所有人的。打住！我不想和你探讨经济学概念，我只是告诉你，这笔钱我心安理得，你不用为我操心。咱妈知道吗？必要的时候，她会知道的。我跟你说，如果咱爸咱妈知道这件事儿，他们绝对不会纵容你的。你知道你给他们出了多大的难题呀？市委书记的儿子，非法截留，国有资金，你现在还振振有词。妹妹，你又错了。你小哥虽然跟妈妈住在一起，但是这些年来，我没求他办过一件事，没打过一个求情电话，没写过一封信。我是从法政集团的小职员，一步一步做到今天的证券交易代表。妈妈没帮过我，相反，我在为他们二老铺后路。再过2年，咱妈就退休了。到那个时候，谁还会前呼后拥？他手中的一切权利都将灰飞烟灭。到那个时候，她就是一个老太太，一个退休的老干部，谁管她？谁理她？只有我，还有我的钱，才是保证他们俩晚年幸福的后盾。狡辩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一点都没有想把美华交出来的意思。妹妹，你以为我贪恋钱财才这么做吗？好，就算退一万步说，是我错了，能推倒重来吗？有这个可能吗？我不想害人，但有人借此机会想搞倒妈妈，我能答应吗？没错，办错事的人是我，但倒霉的一定是我们全家。我这么说不过分吧？他和少刚发现了梁宽想利用股市圈钱的秘密，他们想扳倒他，所以我断定，鲍水兵一定不是休假，而是被绑架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们不能再等了，咱们得赶紧把鲍水兵救出来啊！就凭他们俩，唉，太冒险了，而且容易打草惊蛇。可是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别忘了，咱们还有一个铁哥们呢。你是说严培军啊？我怎么把这个警察给忘了呢？谁呀？你们干什么？例行检查。这儿不能检查，我们这儿有客人呢。哎，鲍总监，鲍总监，啊！这么晚了，
别写了，啊，伤身体。哎，你呀，每天这么呕心沥血的，都写些什么呀？一会儿你自己看吧。你真的想知道？我想知道我老婆心里想些什么。我感谢上天，给了我一个人做我的丈夫。他烧了一手好菜，可以惠了我的胃。锦州。那天的菜做的真好吃。啊，好吃，咱们以后再做。你会吗？什么会不会的，都20多年了。锦州，那天的饭不是你做的，但比你做的好吃。其实你不用瞒我，要是你跟我说了，也许我还可以帮你们呢。你说什么呀？我知道我自己不行了，可你干嘛那么着急呀？4年你都等了，你还在乎这几天吗？苏可，我希望有一天，虽然年华老去，物是人非，你还能记得我们当时在一块儿欢乐时光。可是没想到，转眼间就老了，转眼间就要去了。别说傻话了。你接吧。哎，喂，打错了。不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不，我得陪你待一会儿。走吧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那好，我走了。
喂，是我呀。这么晚没打扰你吧？没有。我现在想见见你，要不方便就算了吧。没什么不方便的。那好，我开车去接你。不用了，你说在哪儿，我自己去吧。你多心了。你看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是挺好吗？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。可是，你改变了我的治疗方案。这很平常啊。医生必须根据病人不同阶段所反映出来的症状，不断更新我们的治疗方案，以求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嘛。可你现在只给我用白蛋白和生血素，一切治疗性的药物都撤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我心里很明白。没你想的那么糟。你看，你现在的精神不是很好吗？李医生，我虽然没学过医，但在医院住的这4年里，我也送走了不少病友。我知道，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同时配合治疗的时候，我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所以，你必须告诉我实情。其实我思想早有准备，只是想把身后的事情早点做些安排。苏老师，医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我明白了，能更确切一些吗？我还得多长时间？按现在的情形，病情一旦恶化，可能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。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病房里陪苏可。你找我来，就是为这事儿吗？苏老师已经觉察到了。每当我看见他那欲言又止的目光，我的心里都内疚极了，觉得对不起他，有一种犯罪感。我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了，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，所以，我只能坦白地告诉你。我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。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，市委书记的女儿，我同伙的妹妹。以你的智商，你应该不难看出我的功利目的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要不我开车送你回家吧。笑什么？唐晋州，你的表演太不精彩了。你所有的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在路上现编的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。这么多年，我一个人在北京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要什么。命运让我再一次的遇到了你。让我跟你在一起共事，让我了解到你和我哥的内幕。你现在就想让我一走了之是吗？
我知道你需要我，我要陪你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梁红，你不值得为我这样，真的。你没来的时候，我站在江边反省自己。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，可是现在，我感到我自己非常的软弱。我保护不了苏老师，恐怕也保护不了你。我是一个成年人了，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。对不起，刚才跟你说的那些话。对不起，你觉得我需要这个吗？他怎么样了？已经脱离危险期。通过我们对病人脑部的检测，初步判断，病人已经丧失记忆能力。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小小，大致情况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，大夫。哼，梁总消息很灵通啊。哎呀，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来晚了。这楼下刚来的。包总监，老包，我是梁宽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我说话，你能听见吗？梁总，鲍水平在你们公司是个什么样的职员？他是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。这个我知道。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在我手下工作多年，彼此都非常信任。是个老实人，但是好人多难呐。梁总平时一定待鲍水平不错，您来了以后，他就一直看着您，感觉比亲人还亲啊。说句实话，在公司我们俩私交很好，他一直看着我，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呀？太可惜了。对不起了，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我们想把他转到其他病房。你们哪位跟我办下手续？我去吧。我陪你去。啊，笑笑，别忘了开发票，所有的钱公司全报啊。就应该这样。对，就应该这样。